今天打一个节能灶，然后纳入还要清洗，清洗了之后，然后上架熏制。还要包括这边封围墙，三面封围墙了，最后那一面空出来，到时候要建一间房和一个亭子。到时候整个建好了之后啊，就是一个庭院式的房子了。整个房子啊，庭院式都是在悬崖之上的，这下面是一个悬崖。搭到边上嘛？是边上嘛，这里有个烟洞嘛。啊，这烟洞位置要搞出来嘛。烟洞也是用砖砌嘛？可以。那烧水的话，就直接烧到炕底下去。这个可以啊，以后煮饭就在这里煮了。这下面是一个悬崖，然后烧水的话就直接可以烧到下面去。鸡啊狗啊就在下面可以吃潲水。有这么大个视面。这位焦哥的打灶啊，在10里8乡是一把好手，听说2根柴就能煮一顿饭。那我们看一下他打的灶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撒点灰什么意思？我这得了其他那个烟圈嘛。无论哪一种手艺啊，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流程。然后的话，下面就是一个圈，等于画线一样了。好，这个圆圈就出来了，这就是一个灶了。到的位置，我这砌砖，我这有个法术了。是的。这样取一个居中的位置，画一个十字架，这以这为中心，是不是？这个以这个为中心，那个火档，那个漏灰的那个口子，它在均匀嘛。这个真的是一套一套的。这是大伯昨天做的挂肉神器啊，人站在上面啊，上面还可以放一脸盆肉。这边就烧水洗肉，因为腊肉还要全部清洗一遍，把多余的盐分清洗掉。可能没有太阳了，没有太阳就冷了。上次和大伯没钉完的，就是这边的，今天把它钉完，钉完了之后，然后这边的话就开始挂了，总共是10大个。这是挂好的香肠，香肠这小肠是在集市上买的啊，因为小肠我要做腊肠，但是肉是自己的。然后的话，香肠大伯说，不能挂到中间来啊，这是昨天临时挂上去的。那今天要把香肠挂到这边。因为是昨天晚上，然后太匆忙了，这边的话没有钉，所以的话就暂时放在这边。这个是我挂的啊，然后大伯说这样挂不好，因为这边的温度高一点，所以的话大伯就是要挂到这边来。一根领子啊，就是2面挂，然后香肠应该一根领子应该差不多了，挂过去。这边做一下薄坎啊，就是防止水土流失，然后下面空区。然后要浇水保养没？不要，这2天不要搞，这2天就是温度低哦。我堂哥今天就在这里砌围墙了。我堂哥这边的话就建2米高的围墙，这边的话就建1米高的围墙，因为这个下面是一个悬崖，然后的话这整个啊，这边空出来的这就是建一间房子，这个建一个亭子，整个就是一个庭院式了。庭院是好看嘛？
堂哥他说这里建围墙没有必要啊，就是做一个庭院式嘛，好看。现在做围墙了，把整个房子全部用围墙围起来。就是在大山里面有一座庭院式的房子。大伯在这边控制着间隙，就是说腊肠和腊肠之间啊，必须要有一定的间隙。大伯昨天说把腊肠啊挂到边上，所以我就挂到这边上啊。这边上大伯说温度高一点啊，挂到门边的话温度会低一点。就是让腊肠不要烘得太急，让它慢慢的熏腊。这种是用灰啊，是石灰哦。石灰、泥巴、石灰、水泥、沙子。石灰、泥巴、水泥、沙子。它要打出来耐高温的那个混合。哦，对，这样才耐高温。打造的第一块砖，它这个也是跟着图纸的，它图纸是画在地上的，所以分毫不差。打造啊，很多师傅都会啊，但是节不节能那就是技术了。这位教哥的他十泥八香打造是一把手，基本上十泥八香的灶啊都是他在打，所以的话就非常的节能，这也都是经验了。这边我堂哥就开始在这里砌围墙了，这边高2米高啊。这边的话就用1米高啊，1米高足够了啊，因为下面是一个悬崖嘛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亭子、房子，整个的话就是一个庭院式了。正在测算距离啊，就是做饭生活的距离。香肠刚好挂1根领子，那还有6根领子，全部用于挂腊肉了。10缸腊肉应该差不多，不够的话再调1根领子出来。感觉到有一点像迷宫的感觉。看不懂，看不懂。说这些袋子不要了，大伯非要把它收集起来，说下次可以装垃圾。灌香肠啊，因为手工灌的话灌的不好，所以就是把肉抬到县城啊，用机子灌的，所以看起来灌的比较饱满。这就像一个八卦阵一样。从那边先去切。干那个，干一个，干那些搞出来的鱼出来吧。鱼这边嘛。肉全部要过水清洗一遍，就是把多余的盐分、调料全部把它清洗掉，然后再上架熏制。全部要这样洗白，因为腊肉它的盐分、花椒、桂皮已经渗透到肉里面去了，然后洗白了之后再挂到炕上面。当然了，还要等它水分滴干了之后才能开始熏制，所以这个制作起来是非常的麻烦。而且水温要恰到好处，要不然洗的效果就达不到那样的效果了。这些都是带骨的啊，不过童子骨啊去掉了啊，就是排骨没有去掉。这样啊，先说好多饭，这样的，完会比就可以了吗？王妹。
短的先挂，然后长的话就挂中间。你像这么一块啊，熏干了之后它没有这么大，熏的时候它会缩水，然后体积整个就变小了。10几块，就必须要换一盆水。砍的都比较薄啊，因为熏干了之后要2斤左右，一般一块的话就是2斤7两左右吧，熏干了差不多就是7两水分。这里面是石灰、黄泥、水泥、粉砂，所谓打造的话，它要求耐高温的材料啊，非常的严格，要不然就耐不了高温了。小块的就挂在边上，然后大块的就挂在中间，这边到时候就挂猪尾巴啊，猪头啊、猪脚啊，然后香肠的话就挂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。就是不能太熏得急了。以后做饭炒菜就在这个位置了，这上面还要盖瓦盖过来，那以后1年4季啊都可以在这个位置做饭。到时候呢亭子建好了之后，吃饭的话就可以放到亭子里面去吃饭，亭子里面再做一张漂亮一点的桌子。这个旺财很护食啊，我如果拿，这是我的了，啊，我的。快点，小黑过来了，快点！哦，对不起啊，旺财，等一下再给你一块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把它从小黑嘴里抢过来了。小伙，这给旺财的，不许吃旺财的啊！听到没有？我人没走，我人一走的话，小虎一口就叼过去了。他知道我在护着旺财。你看小虎这个样子好丑，花花的。旺财，给我好不好？给我好不好？还好啊，他不对我忽视。别抢，小虎。哦，我堂哥脚受伤了，刚才一块砖打在下面。没菜，没动他。一小块砖打下来，人的肉体还是比较脆弱啊。小白，你闻到血腥味了是不是？小白，基本上养废了。这个就是漏灰的，也一种种类，背着壳哦，然后在上面生火，灰漏在下面啊，灰从下面铲出来。凿了高和高啊？75公分，反正都是这样的，刚好到这个地方。可以。刚好水压下来。可以，完全可以，75公分。这里就是一个灶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切菜台啊，切菜台包括摆那些调料的，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洗碗池啊，整个这样连接在一起。那以后做饭啊，主要就是在这上面了。现在已经看得出来是一个灶了。方方正正的。
小黑，你站在旁边干嘛？没有大黄听得懂话，大黄很会察言观色。你看这个旺财，这个肚子吃的这么胀，在这把连起来干什么呢？这个是里面要让它要形成那个保护。哦，保温哦。对。哦，对，这种就是起保温的作用啊。所以的话省材啊，可能这也是一个窍门。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技术公之于众了。你意见吧，江美国？你意见。巴不得他们都会。对，他说巴不得你们都会。小黑，你不听话是不是？出去！然后在上面封上水泥。这应该就是烧火的位置哦。对，在上面这里就是炉灶。哦，就是烧火就在这个位置了啊，放锅的位置，所以下面保温很重要。所以的话省材啊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。不保温省材谈不上。所以难怪我说刚才怎么就要搞这个夹层，它里面就是倒沙子啊，就是做保温层。这儿放锅子的嘛，锅子就架在这个上面了。然后这个铁是漏灰的，火在铁上面烧，灰的话就从下面这个出口啊把它爬出来。这个进风口嘛。进风口。这个进风口也是做灰的地方嘛。一口双用啊，进风口。爬灰的地方，最后还要搞一个烟囱，然后烟的话这样排出去。这就是泥巴的嘛。这个泥巴有什么好处呢？它主要是耐高温嘛。现在搞得要比下面那个泥巴产的多些嘛。所以上面温度高一点。这就全部要用黄泥，这是从田里面拿来的黄泥。盖锅。第二个拿个火的。好家伙。刚刚好。那以后就在这上面煮饭炒菜了。这个上面再加一层砖，就是2米多了，然后上面到时候种一些爬山虎之类的，就让它往下面这样长。包括外面的围墙也是一样啊，外面围墙1米高，然后也种一些爬山虎之类的明硝啊，让它往下面的悬崖下面爬。这边挂满了，所以大伯在这边滴。猪脚猪头必须挂到火坑的正中上面，这样火候烟雾大啊，才能熏得透。下面就是火坑，这儿要走保温针吗？这个绝对的保温了，不保温了，你看这到里头。这个加上这水泥把火拿的死灰，啥子都没穿，水都没穿。这就是纯泥巴、纯黄泥啊！现在这就是核心技术了。里面掺这些的话，就是最佳保温的啊，就是不让它散热。我想节能灶啊，打这种灶节能，应该就是这种是核心技术了。难怪你搞那么多瓦泥巴哦。瓦泥巴起码短，有点个，到时候可能到里头看子。瓦泥巴搞少了是没？到时要有再搞，现在没有那么多，用下子。黄泥巴保温效果是最好的。烧火的话就在这个地方，灰的话直接漏到下面去。
这样设计的很人性化啊。上面就是一个单锅了。煮饭的话，一般就用电磁炉啊。电饭煲炒菜才用锅。好，然后这个烟囱直接排烟。整个当中，我说它怎么做这么一个装置啊？它当中就是为了做保温层啊，就是用黄泥。这里故意做这么一个斜坡，像这样就是烟雾从这边，这两边，是这么个意思没？是排烟嘛。这样排烟，这个是真正的技术了啊。这个斜坡要取得到位，坡度。要不然直接这样封的话，那个烟雾排不出去。所以你看这个坡度，锅子就这样摆好了，边上要固定嘛。那了，这个都要有铁质砖要卡一。卡稳哦。这个还是搞法子嘛。搞好了，我要拆掉，搞定再上。上面还要铺瓷砖啊，这样就是好清洗一点。这个锅看起来还不错啊。锅可以。我是学到了，你们学到了没有？这个排烟啊，要这样排，这样的话它才不会有烟雾。这个还是有点门道的啊。烟囱高不高啊？烟囱你要搞冲到你那条接了，要拿到瓦壁上。上面的瓦要这样搭下来，所以的话，这个烟囱的话要搭到瓦上面去啊，那差不多就是2米左右，2米多一点，然后让烟雾的话直接从瓦上面啊这样排放出去，保证里面的话在煮饭的时候里面不会有烟雾。圆圆的一个锅，形状就出来了。对，没有瓷砖，所以就地取材啊，用这些烂瓦片。高头要铺瓦片嘛？高头面搞嘞。那面要搞瓷砖。那面搞瓷砖。那就是烟囱的话用瓦片。对。那就应该知道搞那么多。这2个排烟口设计的很人性化。这边左边啊，刚好那么一个入口，右边也是这么一个出口，然后总的就从这里混总了一个主烟管啊，这样排出去。刚才他们都回去了，今天一天都很辛苦。腊肉今天还没挂完啊，明天还要继续挂因为洗的时候太麻烦了，要一块一块的洗，用温开水把它洗干净。然后挂到上面去了之后，还要等它上面的水滴滴干了之后才能熏制。那可能就是等到后天去熏了。另外这个围墙啊，这一面是建了2米高然后的话就是这一面啊，到时候就建1米高，因为下面是一个悬崖嘛。然后跟这边过来这一排都是建一间亭子和一间客房。那个灶的话，明天还要继续打，还有切菜台、洗菜盆。明天一天可能还搞不定啊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